去吉隆坡了。你去吉隆坡啊？我跟妈妈去吉隆坡。好吧，这样子你要乖乖哦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去吧。Love you。Love you too。拜拜。拜拜。See you。See you。去吧。那你下衣服啊？家里没有人了，就剩下我跟这两只小可爱，剩下我跟你们两只小可爱而已。你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极品的大马番薯日记，我是杰克。今天呢是2022年的10月11号，因为昨天刚刚宣布，好像国会要解散，要大选了。接下来的3天都会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啦，因为季嫂呢，她要上去吉隆坡办点东西，要去赴一个考试，是有关于她的房地产的东西的。然后原本我是打算要照顾小番薯，可是她讲她要带她上去，可能可以密她的妹妹，还有密她的亲戚吧。而我呢，就因为有影片东西要赶，所以我就没有去啦。换一个角度先，这样子比较舒服，不然手会很累。OK， 因为在我的频道里面呢，时不时都会看到我跟季嫂一直都是生活在一起嘛，还有小番薯。那么我就趁着这几天让大家来看一下，如果我是一个人的话，我的生活会是怎样。首先我这里要讲哦，我并不是在说我想要一个人生活啦，我只是让大家知道，如果我是一个人的话，我的日常就是杰克的日常，G频道博主的日常会是怎样，也来记录一下我当下的心情吧。就是以一个已婚人士，有一个小孩的爸爸的身份，对于单身的看法。本身曾经单身过，所以知道他的好跟不好。那么现在已经有了老婆，有了孩子，对单身这2个字又有什么看法呢？在接下来这几天，就让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对单身的看法，以及对单身的心情吧。好，那么呢，首先就来讲一讲有了孩子过后的生活吧。当然啦，单身的话肯定是无忧无虑的。还记得之前单身的时候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束缚。可是呢，现在有了孩子过后，就觉得有时候时间上啊，或者是自由程度，就没有比以前单身来的好。可能我可以这样讲啊，要顾虑的东西比较多。然后以前呢，我会觉得哇，我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，我是一个很称职的爸爸。但是我很老实告诉你们哦，其实如果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不是一个很好、很称职的父母呢，你们应该要等到他3岁过后。所以这一次再次印证了大家所说的3岁小恶魔这个事情。因为在我女儿3岁之前，我一直觉得，我是一个很称职啊、很有耐心啊，把我的女儿照顾到无微不至的好爸爸。但是我跟你们讲哦，因为我女儿今年是3岁嘛，差不多要到4岁了，明年就4岁了。所以在这1年当中，刚好我们也是从新加坡回到来照顾她，我才发现到，我好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称职，因为其实我的耐心哦，并没有那么好。而有时候我就会在想，是不是我的问题啊，还是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爸爸，还是怎么样？但有了孩子过后呢，他们有时候某一个 moment 是会直接就融化你的心啊。所以要比起单身的话，我觉得如果结婚了，有了小孩过后，会享受到更多的幸福感吧。我把它称为幸福瞬间。你在单身所享受的是自由嘛，都是以你个人为主。但是如果你在结婚过后，你享受的幸福感会比单身来得多。这个是我最近领悟到的一些东西啦，跟你们分享一下。因为我跟你们讲，照顾小孩真的是不简单，所以呢，我很佩服我的爸爸妈妈，还有那些父母哦，是可以生3、4胎的，真是佩服佩服。这些都是我最近的一些心情写照啊，一些领悟。因为最近哦，我家小番薯哦，真的是很烦哦，哇，明年还要上幼稚园了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就会减少一些这种 burn out 吧，我把它称为 burn out。对 ，OK， 现在呢已经9点半了，我觉得我应该要把手上一些工作赶快完成先，等一下再跟你们分享其他东西啦，要去晒衣，然后要去工作。早安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这一幕呢，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会看到的一个景象。早晨的光透过窗帘打出来，还有我的结婚照。昨天因为做工作到太迟了，完全什么东西都没有拍，所以就睡觉一直到现在了。今天又是另外一天了，鸡嫂还有小番薯都不在，所以要开启我一个人的生活了。刷好牙了，所以呢，每天早上第一件事，自从养了小狗过后，就是去看小狗，还有给它们吃早餐。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小狗的飞机耳朵，切切切，爸
艾莉特，你看那个耳朵，飞机耳朵。艾莉特 ，Good morning。好，等，这么兴奋啊你们？哇！你看，Good boy，哇，很兴奋，哇！好啦，吃早餐，Good girl。接下来就是他们最兴奋的时刻了。sit good boy good girl 等 sit good boy good girl yes 这个是看我们在享受早餐。那么我要去弄我的早餐啦。今天呢想喝卡布奇诺，所以应该会弄一份烤面包跟卡布奇诺就好了。我练拉花练蛮久了，可是还是并没有很成功。你看，拉不出来，可以啦，也是一样喝的。拿出去。通常呢，我会在客厅吃早餐啊。这个是昨天晒干的抹脚布，就是随手乱丢的。OK， 所以我觉得呢，我在单身的时候啦，其实我追求的比较多是精致的生活。怎么讲呢？就是说早餐啊，可能要吃最好的，然后最特别的。然后，因为我个人也是有一点的洁癖嘛，所以我很爱干净，很爱整齐。像刚刚的情况呢，是不可能会发生的，就是在生活上的琐碎事情啦。在我单身的时候，我是立刻就会去做好，好像衣晒干了过后呢，我就会马上的收起来，而且会折到很漂亮。不管是衣服啊，还是这种抹脚布啊，还有我身边所有的用品呢，都会拍到很美的。可是现在你们看这些乱到。这个呢，就是我结婚过后跟单身的差别了。可能我可以这样子讲啦，我的 priority 已经不再是精致的生活了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，都一定是会改变的，不管是在想法啊，或者是在一些日常生活的习惯上。然后呢，也因为季嫂跟小番薯出现，其实我在我的生活习惯上做出了蛮大的改变，就是跟以前相比啦。虽然有时候呢，别人是看不出，但只有你自己是最知道的，你改变了什么东西。可是如果你问我，相比起单身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单身比较好，或者是结婚过后会比较好？这个对我来讲，没有对跟错，这个是选择上的问题。选择了过后呢，你就要跟着结果走。但是我觉得在接受这个结果过程中，我们应该是享受的。所以就是你在选择了过后 ，OK， 我决定我不要单身了。或者我决定我要单身，然而做了决定的过程中呢，你应该是要想办法去让自己怎么去享受整个过程。这个是我最近领悟到的一些想法啦，借着这个机会跟你们分享一下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吃早餐。早餐过后我还要继续工作，因为还有一些东西要做。虽然是昨天已经把大部分的剪辑啊，还有一些修改的东西做好了，可是今天还要 follow up 一些东西。所以呢，谁讲work from home是最好的？应该讲是创业不简单了。到他们的午餐时间了，哇！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。所以不管是单身的杰克，或者是已婚的杰克都好，都非常享受养鱼的乐趣。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一个蛮爱养鱼的人啊，尤其是孔雀鱼，我钟爱于孔雀鱼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有很多生态缸啊，或者是一些不同种类的孔雀鱼，因为我觉得看着它们的时候会很疗愈。只是说单身的时候和现在已婚比起来哦，心态上就有一些改变吧。以前小时候或者是单身的时候养鱼哦，只是觉得好玩，单纯喜爱而已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可能是因为到社会了一阵子嘛，经历了一些社会的好跟不好，所以养鱼哦，现在变成是算是让我一个放松跟调整我的心态的爱好吧。因为我从很小时候就很喜欢养鱼了嘛，所以现在长大了，当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，我看到这些鱼游来游去啊，我会觉得很疗愈。
愈，整个心情很放松，好像可以 trigger 回以前小时候那种开心的感觉。所以这个角落呢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有时候工作到累了，然后就出来看一看鱼啊，看一看小狗啊，然后坐在这边听一听车辆经过的声音，比较会享受过程。单身的杰克会比较在乎结果，可是有时候你们想一下哦，当我们在追逐结果的时候，如果整个过程是不享受的话，到头来有什么意思呢？反而觉得现在啦不再单身了，想法可能也比较成熟，长大了一点点。做了选择过后呢，在期待结果的当儿，也要享受过程。就好像我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，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嘛。虽然我是蛮期待这个结果会怎么样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要学会怎么样去享受它。就好像现在我做完了我手头上的工作，我让自己放松，享受当下现在我所拥有的一切。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长大的过程吧。所以单身跟结了婚是有差的。可以想象吗？如果我现在还在单身的话，我的想法会怎么样？可能我就比较不会那么顾全大局，比较自我为中心吧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有了小孩，有了继嫂，整个氛围就不一样了。这是一个领悟，就是不再单身过后的领悟。头 ，Good boy， 好棒，你起身啦 ，Ellie，Ellie，Where are you？Ellie，Good girl，Good girl。今天晚上的晚餐，蒸南瓜，可以吧 ？Start， 蒸南瓜，还有这个辣炒年糕。这个有点看不懂嘞，意思应该是因为这一包东西是140 gram 嘛，跟200 ml 的水，对。应该就是这样，直接加下去吧。可能我把洋葱也丢下去先吧，管它的，比我熟，全部丢下去。ta da！ 我的辣炒年糕，还有这个清蒸南瓜，来试一口。哇，蛮辣的嘞，可是我喜欢。好辣好辣！这个南瓜，这个是给我解辣的。很享受哦，一边吃着我爱吃的食物，然后一边看着这个。最近我一直在看这个《中国好声音》，我觉得啦，如果我还是单身的话，我应该会非常努力的去追逐我的梦想，因为其实我是蛮享受在台上表演的感觉。可能是因为从小到大都一直有参加校际比赛啊，去演讲、唱歌，然后到中学的时候也是有开始到民歌餐厅去做一些表演，大学的时候也是一样有参加比赛跟表演，所以我知道那种在台上的感觉，就是在台上表演的满足感。但是结婚了过后呢，就少了很多这种机会，可能是因为 priority 已经不在这边了，而是转去了比较实际的东西。我并不是讲追逐梦想不实际，可能在那个时期追逐梦想不是我的 priority 啦，只可以这样子讲。我要继续好好享受我的晚餐了，因为等一下我还要去改一下我影片，所以我先吃晚餐。早安啊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呢要来打扫一下房间。你们看这个衣服，是那时候季嫂跟小番薯上节目的时候，我收回来，然后丢在这个角落，一直到现在。然后这被单哦，婚后啦，我都是没有什么去折被单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婚后哦是有做蛮大的改变。因为都之前我跟季嫂在新加坡同居的时候，季嫂也知道的。每当早上起身的时候，我是一个会折被单的人。但是婚后哦，我跟他一起过后啊，你们可以去私信问一下他。大致上我都没有在折被单了，所以呢，在婚后改变对于我来讲是蛮大的啦。可能我觉得在婚后哦，我学会什么叫做放手吧，就没有以前那个单身的杰克那么执着。以前我会很执着于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每一件东西呢，我都要照我的 step 去走。但婚后啊，真的放手很多。可能现在我觉得我的人生阶段哦，是来到一个没有所谓的对错高低之分，反而我会比较着重于左右之分。不懂这样讲，你们听得懂吗？听上去好像是有点高深啊，就是其实在人生中啦，我是这样子觉得，它并没有什么你做的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，反而比较多的是在于你做了选择过后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。但是呢，不管哪一个结果都好，都是没有对没有错的，因为那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就
就是我选择了 A， 我就会得到 A 的结果；我选择了 B， 我就会得到 B 的结果。但是这两个结果都没有对错，听上去好像很高深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领悟了。我也不懂为什么嘞，好像人生经过很多大风浪啊，然后才会领悟到这样子的一个体会。不懂啦，就是最近体会到了，那我就在那边跟你们分享，也希望这样子的分享呢，你们可以在当中领悟到一些什么。好啦，所以呢，现在我要开始把这些被单换掉啊，丢去洗衣机洗，明天就等他们回来了。其实如果你问我啦，单身好还是不单身好？其实我觉得各有各的好，并不是说，我单身的话，我就是一定过得很好。但老实讲啦，有很多事情哦，是我在婚后的时候我才体会到的，它比单身多了很多甜蜜。当然也是有很多东西是很挣扎的，就是你在单身享受到的东西，可能你在婚后你是做不到的。但是就很像我刚才所讲的咯，当你做了选择过后，你就会得到你选择过后的结果，而这个结果呢是没有对错的。但这整个过程中要学会怎么样去享受啊。所以你问我单身好还是婚后好，我也只可以跟你讲，各有各的好，各有各的挣扎。而既然呢，我现在这个 moment 是已经结了婚的杰克，那么呢，我也没有必要一直去回味之前杰克单身的时候所做过的东西了。偶尔回味一下是好事，因为至少可以从中找到一些之前单身的热情。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经验，或者是这样子的体会的，不一定是我而已，只是我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讲，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感觉来的。但其实我对未来还是有蛮多的期待的啦，可是当中呢，我还在学习要怎么样去享受这整个过程。所以在看影片的你们，我们一起加油，不管你是单身或者是婚后的如果你们有什么故事啊，或者是有什么感觉想要分享的话，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。OK， 那么如果呢，之前单身的杰克有机会可以听到现在已婚的杰克所讲的东西啊，我会有什么东西想告诉他呢？我会想跟他讲啊，你啊，其实不需要那么执着的，因为人呢，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是一定会改变的，你只要好好享受当下，做好你当时的自己就好了。如果你听得到话了，加油！好啦，我觉得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。现在呢，我真的是要去收拾啊。如果你们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，然后从中有领悟到一些什么的话，那么就给我一个赞吧。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。